買蜂蜜的時候，把瓶子倒過來，看蜜柱拉不拉得出絲，這個動作驗不出真假。滴一滴到冷水裡，看它散不散，也驗不出來。用手指沾一點，嘗嘗看甜不甜，更驗不出來。最多人相信的那一條，會不會結晶，一樣不能當證據。會結晶的不一定是真蜜，不會結晶的也不一定是假蜜。這件事農業部有白紙黑字的說明，等一下我整段講給你聽。真正能判斷的地方只有一個，就是瓶身上的品名，不是成分表，不是營養標示，是品名那幾個字。這幾個字要怎麼寫，是有法規在管的。衛福部民國111年就公告了，民國112年7月1日起正式上路。這支影片講到後面還有一段更重的，政府定了一條含蜜量的門檻，卻沒有法定的檢驗方法。這條門檻從公告實施到現在，市售產品的蜂蜜含量一次都沒有抽驗過。這不是誰在網絡上講的，是監察院的調查報告寫的。我們先從最多人做的那3個土方法講起。第一個是拉絲，把湯匙舀起來，慢慢往下倒，看蜜有沒有拉成一條細細的線，不斷掉。這一招看的其實是粘度。蜂蜜的粘度主要由2件事決定，一個是含水量，一個是溫度。水分低的蜜比較稠，天氣冷的時候比較稠，夏天放在窗邊曬過就會變稀。問題是糖漿本身就可以調得很稠，麥芽糖漿、玉米糖漿要拉出多長的絲都做得到，甚至比蜂蜜還漂亮。所以拉得出絲只能說明這一罐比較濃，說明不了裡面是什麼。反過來，一罐含水量比較高的真蜜，或是剛從冷氣房拿出來放到室溫的蜜，絲拉不長也不代表它是假的。你可以自己做一個很簡單的驗證，同一罐蜜，冬天早上倒一次，夏天中午再倒一次，絲的長度差很多，蜜完全没有变，变的是温度。一個會被天氣左右的指標，本來就沒辦法拿來判斷真假。第二個是滴進水裡看散不散。有人說真蜜會沉到底不散開，假蜜一下子就化掉。這一招看的還是粘度跟比重，濃糖漿的比重一樣大，倒下去也一樣會沉。而且你倒的速度，罐口離水面多高，水溫幾度，杯子多深，結果全都不一樣。同一罐蜜你倒2次，可能就得到2個相反的答案。這不叫檢驗，這叫碰運氣。第3個是嘗甜度。有人說真蜜的甜是回甘的，假的死甜。蜂蜜的甜來自葡萄糖跟果糖，糖漿的甜也是葡萄糖跟果糖，成分根本是同一類東西，舌頭分不出来。更麻煩的是，果糖的甜度比蔗糖還高，摻了高果糖糖漿的東西嘗起来可能反而更甜更順口。用甜不甜來判斷，方向是反的。也有人說真蜜有花香，喝完喉嚨會回甘。香氣這件事確實跟蜜源有關，龍眼蜜跟荔枝蜜的味道就差很多，但是香氣可以調，糖漿裡面兑一點真蜜也會有味道。而且每個人对气味的記憶都不精準，你上次買的那一罐是什麼味道，隔了半年根本記不清楚。用味道當標準，等於用記憶當標準，那不牢靠。還有人教搖一搖，看泡泡細不細，滴在衛生紙上看會不會暈開，拿火燒看會不會結硬塊。這些方法有一個共同點，沒有任何政府單位或檢驗機構承認過。我查過食藥署、農業部跟事實查核中心，找不到正式的文件說這幾招有效，也找不到正式的文件說他們錯。所以我不會跟你講政府說這是錯的，我只能這樣講，這些是廚房邏輯，不是化學邏輯。這些土方法會流傳這麼久，是因為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好處，不用花錢，當場就能做，做完還會有一種我已經確認過了的安心感。可是安心感不等於證据，真正的檢驗要在實驗室裡進行，需要儀器，需要標準品，需要比對資料，這3樣東西廚房裡一樣都沒有。接下來講結晶，這一段是有官方說法可以引的。農業部的說明是這樣，蜂蜜的糖分主要就是葡萄糖跟果糖，這2種糖在每一種蜜裡面的比例都不一樣。果糖比例高的，像龍眼蜜，不容易結晶；葡萄糖比例高的，像荔枝蜜、百花蜜這一類，就比較容易結晶。再加上2個條件，一個是水分低，一個是溫度降到大約13度以下，葡萄糖就會慢慢從蜜裡面吸出來，變成一顆一顆的結晶。整罐從底部開始泛白，變硬，變成有點像豬油那樣的膏狀。農業部寫得很清楚，這是正常的物理現象，結晶之後營養價值不變，仍然可以安全食用。為什麼大家會把結晶當成摻糖？因為吸出來那一顆一顆的東西長得實在很像砂糖，看到白白的顆粒，
直覺就想成有人把糖倒進去了。可是砂糖是蔗糖，蜂蜜結晶出來的是葡萄糖，這是2種不一樣的東西。而且真的把砂糖倒進蜜裡面，它會化掉，不會乖乖沉在底下等你看見。所以台灣冬天寒流一來，很多人打開櫃子，看到整罐蜂蜜結成白白硬硬的一坨，以為壞掉了整罐丟進垃圾桶，其實是白白丟掉。也有人反過來，看到結晶就一口咬定這一定是摻糖結出來的沙，這一樣是誤會。結晶的樣子也有差別，有的整罐變成細細滑滑的膏狀，抹吐司很好抹，有的會結成比較粗的顆粒，吃起來沙沙的。這個差別來自結晶時溫度下降的快慢跟葡萄糖的比例，跟品質沒有關係。放在冰箱冷藏室的蜜特別容易結晶，因為冷藏的溫度本來就在13度以下，想讓它慢一點結晶，放在陰涼、溫度穩定的櫃子裡就好，不必冰。還有一種情況是，一罐蜜只有下面那一半結晶，上面還是液體，有人看到分層就更緊張了。這也只是葡萄糖先在下層吸出來，上層的水分相对变多而已。搖一摇，泡溫水回溫就會恢復。真的要注意的反而是水分偏高的蜜，長期放在室溫，比較容易發酵冒泡，跑出酒味，味道整個變掉的那種才是不要吃。要吃的話怎麼回溫？農業部也做過試驗，他們比較了溫水浴、超音波水浴、微波3種回溫方式，結果處理之後的澱粉酶活性跟羥甲基康醛的含量都沒有顯著差異。澱粉酶活性是判斷蜂蜜有沒有被高溫破壞的指標之一，羥甲基康醛則是蜂蜜受熱或久放之後會慢慢累積的東西。試驗的結論就是這3種方式都不會把蜜弄壞。那家裡最實際的做法就是溫水浴，燒一鍋水，等它不燙手了，把整罐蜜連瓶子一起泡進去，慢慢等它化開，中間可以搖一搖，不要直接把蜜倒進鍋子，放到瓦斯爐上煮，也不要拿刚滾的開水沖，那個溫度就不是回溫了。再補一個很多人會問的問題，蜜結晶之後泡溫水化開了，之後會不會再結晶？會，只要溫度又降下去，它還是會結回去。這不是回溫失敗，也不是品質變差，就只是溫度到了而已。所以不用一看到結晶就整罐拿去泡，要吃多少處理多少，比較省事。反復加熱對蜜也不是好事。反過來說，有人跟你保證他的蜜放一整個冬天都不會結晶，那也不代表品質比較好，很可能只是那一種蜜的果糖比例本來就高。結晶不結晶講的是糖的比例，不是真假。講到這裡，土方法全部收掉，真正要看的地方是瓶身上的品名。衛福部在民國111年5月11日公告了包裝蜂蜜及其糖漿類產品標示規定，是依照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22條定出來的。從民國112年7月1日起，依照產品的製造日期開始實施。為什麼要定這一條？因為在這條規定出來以前，市面上很多產品正面寫着大大的蜂蜜2個字，翻到背面看成分表，才發現糖漿排在第1位，消費者被搞得很混亂，法規就直接把品名這一關鎖起來。這條規定管的不是成分表上那些小字，管的是品名，就是瓶子正面最大最顯眼的那個名字。它把市面上的蜂蜜產品分成4層，每一層能寫什麼不能寫什麼都寫死了。第1層只含蜂蜜成分的才可以標蜂蜜，或是標100%蜂蜜、純蜂蜜，這一層最乾淨，裡面就是蜜，沒有別的。第2層蜂蜜含量在 60% 以上，但是有加糖漿的品名必須標成加糖蜂蜜，加糖2個字要寫在前面，不能省。第3層蜂蜜含量一樣在 60% 以上，加的是糖漿以外的其他原料，比如果汁、花粉之類的，品名要標成調製蜂蜜或是含某某蜂蜜。第4層也是最關鍵的一層，蜂蜜含量沒有達到 60% 的品名必須完整標示成蜂蜜口味或是蜂蜜風味。這裡要先講清楚一件事，加糖蜂蜜不是黑心商品，廠商要做這種產品，只要照規矩把名字標出來，就是合法的商品，價格通常也比較便宜。買的人如果知道自己買的是什麼，那筆交易就沒有問題。整條規定的目的不是禁止，是要求把話說清楚。6層這個門檻聽起來好像很多，你換算一下就知道那是什麼概念。一罐蜜裡面可以有將近4成不是蜜，換算下來就是好幾大匙的糖漿，它還是可以在正面掛着加糖蜂蜜賣給你，這不違法。
這是規定裡面允許的。監察院的報告後來就是拿這一點去跟國際標準比。除了品名，規定還要求要標出蜂蜜原料的原產地，而且要照含量由高到低排列，哪一國的蜜放最多就排第一個。這一行也很值得看，罰則不輕，標示不符合規定，可以罰3萬到300萬元。如果標示涉及不實、誇張或是容易讓人誤解，最高可以罰到400萬元，還要限期回收改正。現在講一個非常多人講錯的地方，這一點才是真正會騙過你的關鍵。外面常常聽人說含蜜量不到60%的就不能叫蜂蜜，這句話不精確。正確的講法是不能單獨叫蜂蜜，必須完整寫成蜂蜜口味或是蜂蜜風味。差別在哪裡？差別在於那個瓶子上還是有蜂蜜2個字，而且往往是最大的2個字。口味、風味這2個字通常字級小很多，擠在後面或是排到下一行去。年紀大一點的人在賣場拿起一罐東西，眼睛掃過去只會抓到最大的那幾個字，看到蜂蜜2個字，心裡就已經歸類完了，後面那2個小字根本沒有進到腦子裡。這不是誰笨，這是人看東西的方式，加上老花之後就更明顯。所以標示規定其實有做事，他逼廠商把話講清楚了。可是話講清楚跟你有沒有看到是2回事。還有一組字要一起小心，就是純、天然、100%、古法、原蜜、農家自產這一類形容詞。除了純蜂蜜跟100%蜂蜜這2個是規定裡明定只有全蜜才能用的，其他像天然、古法、嚴選這種字，法規沒有給明確定義，寫在包裝上比較像廣告詞。真正有法律效力的是品名那一行，不是旁邊那些好聽的字。實際上該怎麼做？拿起一罐蜜，不要只看最大的字，把品名那一整行從第一個字念到最後一個字，念出聲最好。蜂蜜口味念出來你就知道那不是蜂蜜，加糖蜂蜜念出來你就知道裡面有糖漿。這件事花不到5秒鐘，但是它比你在家裡拉絲、滴水、尝味道加起來都有用。再教一個更省事的，品名念完，順手把眼睛移到成分欄第一行，成分是照含量多寡排的，排在第一位的如果不是蜂蜜，那不管正面寫的多漂亮，裡面最多的東西就不是蜜。原產地那一行也值得停個3秒，它要求照含量由高到低排列，所以排在第一個的國家就是這罐裡面放最多的那一國。如果品名寫的是純蜂蜜，可是原產地第一個排的是別的國家，那就代表這是进口蜜分裝的，不是國產。进口不等於不好，但是價格跟你心裡以為的国產蜜應該不一樣。還有一個最容易看漏的場合，就是送禮的禮盒跟賣場的促銷組合，那種外面包一層紙盒，裡面放好幾罐的產品，品名常常印在紙盒側邊很小的位置，你在櫃檯前面根本沒時間找。真的要看，就把裡面的罐子拿出來看罐身，罐身上一定會有品名那一行，收到人家送的也一樣，翻過來看一眼就知道那是哪一個等級的東西。這不是挑剔，是知道自己吃進去的是什麼。還有一种情況，這條規定管不到，規定的名字叫包裝，蜂蜜標示規定管的是有包裝有標示的市售商品，市場邊、路邊自己裝在寶特瓶裡賣的蜜，或是熟人說自己家養的，那上面根本沒有品名這一行可以看。這種時候你能靠的只有來源，賣的人是誰，蜂場在哪裡，採的是什麼蜜，哪一個月採的，這些問得出來的通常比較實在，一問3不知的就自己斟酌。接下來講檢驗，既然標示可以看，那是不是送去驗一下就知道加了多少糖漿？這個地方要講實話，沒有那麼簡單。目前抓摻糖最常用的方法叫碳穩定同位素比值质譜法，原理不難懂。植物型光合作用有2條不同的路徑，一種叫 C3 植物，一種叫 C4 植物。這2類植物體內的碳同位素比例天生就不一樣。蜜蜂採蜜的蜜源植物大部分屬於 C3 植物，而玉米糖漿、甘蔗做出來的糖來自玉米跟甘蔗，那是 C4 植物。所以只要摻了玉米糖漿或蔗糖進去，整罐蜜的碳同位素值就会偏掉。實際檢驗的做法更細一點，它會同時測整罐蜜的碳同位素值跟蜜裡面那一點點蛋白質的碳同位素值，然後比較2個數字的差距。因為蛋白質是蜜蜂自己帶進去的，比較不會被後來摻的糖干擾，可以當成一把內建的尺。聽起來很厲害，
但是它有一個很大的盲點，它只抓得到 C4 來源的糖。如果摻進去的是樹薯糖漿、米糖漿或是甜菜糖，這些原料本身就是 C3 植物，碳同位素值跟蜜源植物落在同一區，這個方法就完全驗不出來。這個盲點在食品檢驗上是老問題。方法一，公開。原理上只要把原料換成 C3 來源的糖漿就驗不出來。我要講清楚，這是原理上的推論，我沒有查到官方統計說台灣市面上實際有多少產品這樣做，所以檢驗永遠落後一步。這也是為什麼標示跟來源查證這麼重要。所以有人說驗一下就知道，這句話本身就是個誤會，驗得出來的只是其中一種摻法，市面上不是沒有抓過。台北市政府衛生局在民國113年5月就公布過一次蜂蜜產品的抽驗結果，用的就是碳同位素比值搭配蛋白質分析，對象是那些標榜純、標榜天然、標榜100%的蜂蜜，結果查出有產品純度不足，疑似標示不實，已經要求下架回收改正。當時報道的件數有不同版本，所以我不報數字，只講事實。抽驗確實抓到過。這件事有一個地方要提一下，衛生局抓到的是用現有方法抓得到的那一類，也就是摻了 C4 糖漿的，抓不到的那一類，到底有多少，沒有人知道。現在講這支影片最重的一段，民國113年3月，監察委員田秋瑾跟蔡崇義提出了一份調查報告，報告裡面有一句話，我盡量照原意講給你聽。食藥署針對蜂蜜產品裡面蜂蜜含量的多寡，並沒有法定的檢驗方法，導致標示規定公布施行到現在，從來沒有抽驗過市售蜂蜜產品的蜂蜜含量。這句話的意思要慢慢想過一次。政府畫了一條60%的線，這條線決定一罐東西能不能叫蜂蜜，要不要改叫蜂蜜口味。可是政府手上沒有一套法定的方法可以量出一罐蜜裡面到底有幾%是蜜。既然量不出來，這條線施行以來就從來沒有實際抽驗過。所以稽查在做什麼？稽查形同只查標籤，標籤上寫加糖蜂蜜，就當它是加糖蜂蜜；標籤上寫純蜂蜜，就當它是純蜂蜜。廠商說多少就是多少。那條60%的門檻，目前是靠廠商自律撐着的。為什麼會沒有法定檢驗方法？這件事其實也不能全怪主管機關。蜂蜜跟糖漿的化學成分實在太像，主要都是葡萄糖、果糖跟水，要精準算出一罐混合過的東西，裡面有幾%來自蜜蜂，技術上非常困難，國際上也沒有一套人人都認的定量方法。困難歸困難，結果就是那條線目前量不出來。同一份報告還提到另外一件事，國際上的 Codex 標準，也就是國際食品法典的規範，要求蜂蜜就是100%蜂蜜，不得添加其他物質。我們的規定允許摻進40%的糖漿，還是可以在品名上掛着蜂蜜2個字，只要前面加上加糖2個字就行。報告直接寫，這比國際規範寬鬆。報告另外還提到，產銷履歷驗證因為門檻的關係，多數蜂農難以參與，實際參與驗證的大約只有20%。也就是說，另外一條可以查來源的路，走的人也不多。這裡我要把話講清楚，免得傳出去變成謠言。沒有抽驗，不等於市面上的蜂蜜大部分都是假的。這中間沒有任何統計可以支撐那種講法。正確的理解是，那條門檻現在沒有實質的檢驗在背後撐着，所以你自己看標示這件事，重要性就變得比你想象中高很多。這對一般人的意義是什麼？意思是你不能等政府幫你抓，也不能指望自己在家拉絲。你唯一穩定拿得到的資訊，就是那個廠商依法必須寫在瓶子上的品名。這一行字最有用的地方是廠商自己寫出加糖蜂蜜或蜂蜜口味的時候，等於自己承認裡面有糖漿。這種自己講出來的話反而最實在。至於寫純蜂蜜的那些含蜜量，政府目前量不出來，罰則也很難用在含量上，那就要再靠來源跟標章去補。那除了品名，還有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參考？有一個叫國產蜂產品證明標章，這個標章是台灣養蜂協會設計跟管理的，有到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註冊成證明標章，適用在國產的蜂蜜、花粉這一類蜂產品上面。要拿到這張標章，不是填個表就好，申請資格縣協會的會員、農會蜂產品產銷班的班員，或是有案的農民，還有簽約購買標章產品的贊助會員、通路商。流程包含資格審查到現場勘驗查核、抽樣送驗，產品要符合國家標準
跟協會的審核標準才過得了。怎麼認？它是一張貼紙，貼在包裝正面明顯的地方，而且貼紙上標示的重量必須跟實際包裝的重量相符。1斤裝的就要貼1斤的標章，不能拿小罐的標章貼到大罐上。貼紙由協會統一印制，業者不能自己仿印。最重要的是，每一張標章都有編號，可以上台灣養蜂協會的網站，用標章編號查詢。查法不難，在包裝正面找到那張貼紙，把上面那組編號拍起來，再到協會網站的標章查詢頁面把號碼輸入進去。買回家覺得怪，就去查那組號碼，查不到就回頭問賣的人，這張標章是哪裡來的？這一步不用花錢，家裡用手機就做得到。監察院報告裡提到的產銷履歷也是一個可以看的東西，包裝上會有履歷標章跟一組追溯號碼，可以查到是哪一個農場哪一批貨。只是剛剛講過，實際去做驗證的蜂農大約只有2成，所以你在架上看到的機會不高，看到算是加分。不過這件事也要誠實講，這些標章只涵蓋有加入有申請的業者，沒有貼標章不等於就是假蜜，很多小蜂農根本沒有去申請，有標章是加分，沒標章不是扣分。最後講價格邏輯，這一段可以幫你看懂為什麼便宜的蜜特別多。國產蜂蜜的產量這些年掉得很凶，民國100年是高峰，大約15089公噸，到了民國105年只剩下7875公噸，減幅接近一半。天氣是主因，花期遇到寒流，遇到雨，蜜就採不到。同一段時間，進口量一直往上爬，民國105年進口5453公噸，是當時10年來的新高。民国106年光是上半年就進口了大約4519公噸，進口來源高度集中在泰國。民國105年從泰國进口大約3800公噸，占了大概70%，到民国106年上半年占比衝到大約90%，價差更直接。泰國蜜的報關單價大約每公斤61元，國產的大約每公斤211元，差了大概3.5倍。我要特別講一句，上面這幾組數字是民國100年到民國106年那個區間的統計，比較新的年度我沒有查到可靠的一手資料，所以你聽的時候要把年份記住，不要當成今年的情況，這是當年的數字，當年那個結構性的道理方向到現在應該沒有變，但這是我自己的推論，最新年度的統計我沒有查到。當年國內產量不穩，成本高，進口蜜的報關價只有國產的1/3不到，中間這麼大的價差就是標示問題的源頭。一罐賣得特別便宜的蜂蜜，它便宜一定有原因，可能是進口蜜，可能是加了糖漿，也可能2個都是。這些只要照規定標示出來，都是合法的商品。問題從來不是有沒有加，問題是有沒有讓你看清楚。你也可以自己做一個很粗的算術，國產蜜從蜂農手上到你家，中間要經過採收、過濾、雜質、包裝、通路，成本一層一層加上去。如果一罐標榜國產、標榜純的蜜，價格壓到跟進口報關價差不多，那個數字就很難成立。這不是要你用價格判斷真假，價格判斷不了真假，這只是提醒你，太便宜的時候更要把品名那一行看仔細。順便提一件跟季節有關的事，台灣最大宗的荔枝蜜跟龍眼蜜，採蜜期集中在3月到5月，荔枝開花早一點，龍眼晚一點，蜂農通常先採荔枝蜜，再採龍眼蜜，所以每年春天過後那一段是新蜜上市的時間，這個時候買到當季國產蜜的機會比較大。買回家怎麼放也順便講一下，蜂蜜怕水，怕高溫，怕蓋子開太久，舀的湯匙一定要乾的，沾到水就容易變質。放的位置前面講過了，陰涼，溫度穩定就好。這幾件事跟真假無關，但是可以讓你買回來的東西不會白買。另外，提醒一個公認的安全常識，未滿1歲的嬰兒不建議餵食蜂蜜，這一點跟真假無關，是所有蜂蜜都一樣。家裡如果有小嬰兒，有疑問就問醫師或小兒科，不要自己判斷。整支影片講到這裡，你要帶走的其實只有3句話。第一句，不要再用拉絲、滴水、嘗甜度、看結晶來判斷真假，這些方法沒有一個站得住腳。結晶更是連農業部都說了，那是正常現象。第二句，把瓶子轉過來，找到品名那一行，從頭到尾念完，看到加糖蜂蜜就知道裡面有糖漿，看到蜂蜜口味或蜂蜜風味就知道含蜜量連60%都沒有。念完再順手看一眼成分表第一行跟原產地，
第3句，如果你要買國產蜜，看包裝正面有沒有那張證明標章，有編號就上網查一下號碼。如果你家裡的長輩習慣在市場或賣場買蜜，這3句話裡面第2句最值得轉給他，不用跟他講法規，也不用講監察院，就講一句，買之前把瓶子轉過來，把名字整行念完，這一句就夠了。政府沒有替你驗那個含蜜量，這是監察院自己寫在報告裡的，所以那5秒鐘的念標式，現在就是你手上最實在的一道關卡。下次站在貨架前面，把瓶子轉過來，念完再放進推車，